一口气看完16世纪对法国影响巨大的《毒舌王后》，她的一生充满了争议。凯瑟琳从孤儿到嫁入法国宫廷，一个外貌平淡无奇，仅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决心，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婚姻，并掌握了至高权力。她是统治法国50年之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毒舌王后，还培养了3位国王儿子。就是这样权势滔天的人，她的前半生却充满了曲折坎坷。她出生于意大利贵族，可在她1周岁后，父母相继得病去世，随后祖母收留了她。可几个月后，祖母在睡梦中死去。她虽然出身贵族，如今却成了被遗弃的孤儿一样，送进了修道院，每天过得食不果腹。只因偷偷拿走了老修女的橘子，她便遭了一顿鞭打。I have always had a strong imagination, as if I could see things before they happened. 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总算有个容身之所。很快，佛罗伦萨士兵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他们要拿着凯瑟琳的性命来换赎金。为了扰乱士兵的抓捕，他不仅剪掉自己的头发，还扮成修女，以此逃避抓捕。但士兵早已经识破他的伎俩，上前就是给了他一个大逼兜。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knew I mattered to anyone. 很快，他沦落成了囚犯。他不知道世人为什么那么仇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他只好无助地向路人求助，但他告诉凯瑟琳 ，Something tells me you'll be all right. How would you know? I'm a fortune teller. 很快，凯瑟琳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原来是他的教皇叔叔带着军队来到他面前，他举起象征教宗至高无上权力的权杖，要求罗伦萨士兵释放凯瑟琳。这时，凯瑟琳才知道演讲的魅力，看到众人纷纷俯首称臣。My dear niece, what have you done to your hair? 得到释放后，凯瑟琳本以为叔叔会是她唯一的依靠，可没曾想叔叔只是把她当作交易的筹码，要她嫁给法国2王子。原来在遭遇罗马战争失势之后，叔叔为了巩固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决定联姻法国，以此获得强大的庇护。凯瑟琳知道自己没得选择，只好答应下来。但在此之前，他们要确保凯瑟琳是处女。随后，她被按在桌子上，粗鲁地检查是不是处子之身。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叔叔叫来服装师，要让凯瑟琳成为最靓的新娘。可服装师见了之后，恨不得自己是魔术师。没办法，在教皇的命令下，服装师只好使出1000%的精力精造，最终出来效果确实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但清楚这一切的凯瑟琳对此觉得还不够，她知道法国皇室注重血统，只有另辟蹊径才能成功拿下联姻。I'm not beautiful. I'm not refined. If the people of France are to accept the orphan child of the most despised family in Europe, we must distract them with finery. 此话一出，得到了叔叔的认可。他深知联姻的成功影响着自己的地位，于是提高预算，重新精心雕琢。不久之后，凯瑟琳坐着像似金蛋的轿子来到法国。可她刚从轿子出来，奇异的造型跟满脸厚厚的墙灰遭到所有人的嘲笑。What is it? Some sort of aquatic slug.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长相平平、身材臃肿的女人，竟成为整个欧洲闻风丧胆的王后。因其行为阴险狠毒、冷酷无情，被后人称为毒舌王后。新婚之夜，他们要在众人眼下圆房。为了避免尴尬，女人主动迎合丈夫。可她这一行为竟让丈夫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面，为此她在新婚之夜被赶出了寝宫。Did you not hear me? I said get out! 就在前不久，凯瑟琳顶着怪异又笨重的造型来到法国国王面前。可她不知道的是，她即将被亲叔叔出卖，因为原先商量好的丰厚嫁妆，却成了2箱小小珠宝。叔叔只好解释分期付款，在海上携带巨款是很危险的事情。等他回去后，就会把剩余的嫁妆再送过来。可这时国王询问身旁的王子：“假如你现在是国王，你将会怎么做？是相信教皇会把剩余的嫁妆送过来，按计划进行婚礼，还是直接取消这场婚礼？”可王子的回答却让国王十分失望。If it were a thing of beauty, we could overlook such things, but it most certainly is not. No need to make it personal, son. 此时凯瑟琳知道只有自救，她向前一步，她承诺嫁妆不仅会一分不少，而且会把乌尔比诺作为嫁妆献给法国，还为2王子预留了主教的职位。她的一番演讲说服在场的所有贵族，国王也非常欣赏这位聪明伶俐的媳妇，于是宣布 France accepts the Duchessina Catherine de Medici in marriage with their son. 随后带凯瑟琳来见自己的未婚夫2王子亨利。在2王子摘下面具的那一刻，凯瑟琳知道他坠入爱河，俩人有说有笑的来到河边，相处的十分融洽。
凯瑟琳坚信自己真心付出，她的爱中有一天会得到回应。就这样，他们如期举行的婚礼宴会上，表姐戴安坐到凯瑟琳身边，虽然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面聊天。于是她当起了凯瑟琳的百事通，一一介绍了法国的各个贵族。在舞会上，她建议凯瑟琳一定要大胆主动，这样才不会让她的丈夫失败。对此，凯瑟琳深信不疑。可在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遭到社会狠狠的毒打。就在圆房的时候，众人围着婚床等待两人的表演。凯瑟琳听从表姐的建议，主动迎合丈夫，可事后她就被自己的丈夫赶出了寝宫。凯瑟琳始终想不明白原因，当她决定回去问个清楚时，却看到她不敢相信的一幕：她的丈夫跟自己的表姐缠绵在一起。从这一刻起，她学会了一件事：想要生存在这世上，就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女人为了能怀上孩子，竟找上了马夫代劳，只因她再没有怀上孩子，将会被法国皇室退婚，那等待她的下场只有死亡。本以为嫁给法国王子，自己就可以幸福的安稳生活，可丈夫一直不肯与她亲近。凯瑟琳知道这样下去的结果。And you are not pregnant, the marriage will be annulled and we will all be sent back to Italy. Given the recent fate of your aunt, 眼下只有想方设法让二王子回到他的床上。就在侍女烧毁大姨妈证据时，却被戴安发现了这个秘密。可侍女耐不住戴安画的大饼，摸着良心出卖了凯瑟琳。随后凯瑟琳召唤了术士，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增加怀孕的几率。术士从包里掏出一瓶药膏，告诉他同房前涂上它，将会增加他受孕的几率。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二王子上到他的床上。但眼下二王子一直不想理自己，凯瑟琳只好主动出击。她鼓起勇气上前搭讪，可他热脸贴上冷屁股。二王子始终只是笑着应付一下，两人这次聊天不欢而散。可令他没想到的是，美第奇家族在意大利失势，他唯一的姑母在睡梦中遭遇了不测，紧接着他的叔叔也遭到毒杀，而当初承诺的嫁妆还一直没有兑现。最糟糕的是自己没有怀孕上。此时国王问起二王子是否尽到丈夫的职责，然而国王哪里不知道自己儿子那点破事，但凯瑟琳为了维护丈夫的颜面， Son is doing his duty most vigorously. In fact, it is possible that I am with child as we speak. Excellent. 对此国王满心期待。会议结束后，亨利十分感谢凯瑟琳为他说话，承诺今晚会到他那里过夜。凯瑟琳满心期待，早早做好了准备。可亨利在半路被戴安拦下，谎称凯瑟琳来了大姨妈不方便。就这样，亨利又被三言两语忽悠走了。凯瑟琳的愿望再次落空。第二天，当凯瑟琳早上骑马回来遇到戴安，他幸灾乐祸告诉凯瑟琳，新任教皇将不会兑现她的嫁妆。然而她又没有怀孕，那么她的下场将会怎么样？但作为表姐，她可以帮助凯瑟琳收留她做自己的侍女或女仆留在法国。面对戴安的落井下石，凯瑟琳又气愤但又无可奈何。她知道自己如果倒下，戴安就可以趁机上位。 fails to conceive, you would have to choose another wife. and what would happen to Catherine? You could always marry me. But you're old. So Yes, 为了自救，凯瑟琳主动在国王面前忏悔。她谴责叔叔的欺骗十分可耻。为了弥补亨利的损失，她请求给亨利重新娶个妻子。为了减轻他的羞耻，她愿意做他的女仆，但她唯一的要求就是新娘必须年轻而且纯洁无瑕。这一句话直击戴安的硬伤，气得他当场恼怒离场。而他的真诚的演讲感动了所有人，因此国王认为她是一个知进退的好女孩。即使她这场联姻是失败，国王还是会让她留下来，并保留了她王妃的位置。绝望之下，她竟找上马夫代劳，是否能让自己怀孕上？ What's that smell? Shut up. 女人刚和下人打完扑克，可她一回到房间，丈夫竟要跟她双排切磋一下。这一刻，她不知道是心慌还是惊喜，因为她的丈夫终于愿意亲近自己。第二天，新选的两位公主到来，她们的年轻貌美让戴安感受到危机。凯瑟琳表示新妻子可不会容忍她的存在，戴安却没那么自信地表示，毛都没长齐的小女孩，她闭着眼睛就可以应付。紧接着嘲笑凯瑟琳在春天没有怀孕上就要打包走人，随后可怜起亨利，被人家戴了绿帽还浑然不知。这话直击凯瑟琳内心，让她十分震惊。如果马夫的事情被发现，她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凯瑟琳必须提前毁灭证据。她让手下制作了毒苹果，让侏儒拿去让马夫吃下，她需要侏儒证明自己的忠诚。 Someone told Diane my blood was in. Reassure me it wasn't you.
很快，侏儒把苹果放在马夫桌上。第二天，王室出去狩猎，戴安发现凯瑟琳换了马夫，询问之下得知她患了病，对此戴安充满了调侃。 I believe. Oh, how unfortunate. Miss Tendon, my cousin's best regards. We were so fond of him. Went with her. 到了休息室后，亨利跟普鲁士公主两人十分亲密，让戴安醋意大发气的咬紧牙关。可他们这撒狗粮的方式，连大王子都看不下去，直接插死手上的青蛙，将它放进公主的衣服里。大王子的举动让所有人都反感，他只好离开寻找酒喝，却在房间无意中发现一张侮辱国王的画像。马夫被带到国王面前，还没等国王问清情况，马夫的妻子跪在地下一味的求饶。 Oh, for God's sake. 他一直不停的求饶，让国王瞬间头大。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大王子一枪解决了他。他的滥杀无辜惊呆了所有人。随后，他建议让弟弟亨利解决掉马夫。亨利不想滥杀无辜，只好逃离了现场。见状，凯瑟琳追了上去，安慰他心地善良，比大王子好过千百倍。可戴安这时出现，他的一句话让亨利乖乖听话，回去执行国王的命令。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也为了改变亨利的软弱形象，他接过将军手中的枪。马夫这时向凯瑟琳递来求救的眼神，面对马夫的求救，他只有无奈的沉默。而此时的亨利看向国王。 This is what you want. This is what you want, yeah? This is what you want! 最后，亨利放走了小孩。当凯瑟琳回到宫廷时，发现她的大姨妈准时到来，这让她十分愤怒。凯瑟琳深知国王不喜欢亨利的原因就是他不够勇敢，还有被拖欠的嫁妆，所以她找上苏丹国结盟，共同对抗欧洲君主，拿回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在凯瑟琳的说服下，亨利决定亲征，这样他将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同时也能在王室面前赢回尊重。就这样，凯瑟琳把自己的丈夫送上了战场。国王对儿子的行为深感自豪，更是对凯瑟琳的睿智大为赞赏。 Rest assured, you will be under my protection while your husband is away. 妻子把丈夫送上战场，可丈夫凯旋归来时，却给他带来了一个村妇，还有一个女儿。这波操作把凯瑟琳惊呆住了。他以为这一年来两人书信往来，让彼此的心更加紧密。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自相情愿，唯有烧掉两人往来的书信，以此泄愤。同样危机的戴安找上他，久居深宫的他清楚皇室竞争的残酷，现在只有先摒弃两人的恩怨，让凯瑟琳尽快怀上孩子，才能保住出局。第二天，戴安见到村妇，以小孩的安全威胁女人离开宫廷。女人被吓坏了，只好答应下来。随后找来御医帮两人检查了身体，结果身体毫无问题。无法怀孕的原因可能是两人交流的姿势问题。 I therefore suggest that the couple make love. À la frette. 在戴安的说服下，亨利终于来到凯瑟琳床上，按照御医的方式深入交流。这天，罗马帝国派来使者，希望法国归还攻占的城市。这些城市对于法国来说等于鸡肋，他们没有精力管理这么远的城市。然而，把这些城市归还罗马，到时可以每年向法国递交税款，以此来维护两国的和平。国王正有此意，可神经大条的大王子却出言不逊。 We didn't even want the Italian bitch in the first place. She's been nothing but trouble from the start. She looks like the back end of an ass, and she can't even get herself knocked up properly. Now we're being insulted all over. 受到侮辱的凯瑟琳伤心的离场。见状，国王暂停了会议，让使者先其离开。随后，国王警告起大王子，可在离开时，他却直接出手教训了大王子。 You think you can be king? A king is never bitter. A king never lets his enemies know what he is thinking. And a king is not a petty, jealous, drunk. 可就在凯瑟琳骑马外出时，他就受到了偷袭，还好摸到了一根木棍反击凶手，才得以逃脱。他只能躲在树林等待救援。幸运的是，亨利找到了他。 You came for me. Of course I did. You're my wife. 这一刻起，两人的感情也得到改善。国王得知这件事后，为了不造成兄弟反目，他把凶手归于毛贼，此事就此不了了之。如今凯瑟琳只有依靠自己，只有自己怀孕了才会得到重视。他找到术士，要他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怀孕。术士告诉他 When the time comes, you'll be faced with a choice. A price you may choose not to pay. But if you do choose to pay, you will get what you want. 随后给了他一本有关毒药的书。不久后就发生了一件怪事，正在打球的大王子喝下水后就彻底没了呼吸，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国王认为大王子是被人下毒害死，可御医直接否认了，因为在大王子身上没有发现任何毒素。但国王却坚持己见，是要和罗马开战。
但将军认为可能是个人仇怨，很快在裁缝房间找到了读书。原本是凯瑟琳从术士得来的书，无意间落在裁缝房间，现在却成了他无辜的证据。可这时却让凯瑟琳左右为难。The king has decided an agent of our enemy has murdered his son. That means there will be war, unless we can convince him of a personal grievance. 为了大局，他还是让裁缝当了背锅侠。最后国王还是跟罗马签下协议，但他也把怒气发泄在将军身上，把他踢出了宫廷，变成了一个平民。一转眼10年过去，女人生了10个孩子，却被剥夺了孩子的抚养权，就连给孩子送甜点也要征求情敌的允许。 Perhaps if you leave them, I'll make sure everyone gets theirs. 就在前不久，凯瑟琳还在为第11个孩子的到来卖力加油。然而不幸的是，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失去孩子的悲伤笼罩着凯瑟琳，让她毫无生机，浑浑噩噩。可亨利却跟情人戴安和孩子们愉快地玩耍。比起自己，他们显得更像一家人。失去孩子的凯瑟琳希望得到丈夫亨利安慰，出于愧疚，亨利答应今晚到她的房间。迟迟等不到丈夫的凯瑟琳，却发现他正和戴安在一起。戴安假惺惺的解释，都是为了凯瑟琳的身体着想，她现在的身体不能再怀孕了。言下之意就是不会再让亨利进凯瑟琳的房间了。凯瑟琳压抑着心中的怒火，想让戴安先出去，自己和丈夫单独待一会儿。戴安却是变本加厉，认为自己和亨利才是一对。为了延续后代，自己忍受了他和亨利的那么多的晚上。 I am his wife! And a wife is for making children. 她本想从丈夫那里寻求一点安慰，哪知亨利的话却更让她心碎。 I'm where I want to be. 她输得彻彻底底，在这段感情里感受不到一丝温暖。这高墙深宫内，唯一能够让她感到一丝温存的只有老国王。然而就在一次狩猎过后，却发生了意外。国王意识到自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弥留之际，他将凯瑟琳叫到身边。现在凯瑟琳是他唯一可以托付的人。他希望自己死后，凯瑟琳不要放弃亨利。亨利需要的是凯瑟琳一样如左膀右臂的贤妻，而不是像戴安一样让他依靠的妈妈。国王也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能力独立掌权，他需要凯瑟琳的帮助，于是告诉凯瑟琳，自己死后不要偏袒2大贵族中的任何一方，他们代表着天主教和新教的利益，让这2方水火不容的势力内斗，互相消耗，王位才会永远安全。他知道这些道理，凯瑟琳都明白，而凯瑟琳需要的只是一个实权去执行。于是他又将亨利叫到身边，授意将凯瑟琳加入枢密院干政。 You are king. You will put this fine woman on your privy council. Yeah. You have my word, Father. She will be our salvation. 交代完一切之后，国王也安心的离开了。女人看着丈夫和情人穿着情侣装，大摇大摆地走向人群，反而她这个妻子成了多余的。可正在得意时，士兵却带来罗马帝国的礼物。正是亨利派去的将军。就在老国王离世后，局面也正如他预料的一样，信奉天主教的吉斯家族主张抑制私有经济，严格限制新教，而代表新教的波旁家族则认为，新国王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应该大力发展贸易，甚至海外殖民。拿不定主意的亨利把问题都推给凯瑟琳，然而凯瑟琳则认为目前新王登基，死对头罗马帝国可能随时来犯，现在更应该做的是做好迎战准备。还没等他说完，大臣们纷纷表示 I'm an emperor will not break the treaty your father signed, I can assure you. He learned his lesson at your own hand, Your Majesty. 在凯瑟琳的坚持下，亨利还是决定派出一支守军在边境，但仅仅一支军队哪里够？ Twice? Yes. Yes. 为了维护新王的威信，凯瑟琳只好闭嘴沉默。高傲的他们认为，仅仅一支高卢战士就足够把对方吓得尿滚屁流，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们狠狠的一锤。就在新王的登基大典上，士兵带来了罗马帝国的礼物，这赤裸裸的挑衅也让亨利意识到了自己的高傲自负，于是他决定增加兵力，并且御驾亲征。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由凯瑟琳摄政。正当亨利准备带兵出发时，戴安也骑马跟了出来，希望跟他一起去前线。看着两人如胶似漆的奔赴战场，凯瑟琳此时却一点也不在意，甚至希望他们永远也不要再回来，因为国家现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与其追逐得不到的爱情，还不如一心搞事业。 What mattered was that it was my time to govern. Regent of all France. Not bad for a commoner.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个烂摊子收拾起来会这么困难。由于前线战事吃紧，凯瑟琳召开枢密院会议商量对策，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显然两大家族都没把这个女人放在眼里，于是凯瑟琳只能拉下面子亲自拜访。她先是找到信奉天主教的吉斯家族，当提到前线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援的时候，却被告知要钱这种事应该找财政部门。可是凯瑟琳刚想要离开的时候，他又说国库已经空了，于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请资金。而法院的组成人员，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各占了一半。红衣主教告诉凯瑟琳，如果他愿意没收新教徒的私有财产，交给天主教管理，自己就可以提供资金支持。 Your own brother is in harm's way, and yet you're haggling. 对方无非就是想借助他排除异己，凯瑟琳岂会任人摆布？于是他只好去找代表新教徒的波旁家族，结果同样是碰了一鼻子灰。双方都是各怀鬼胎，想要获得资助，就得把一方逐出枢密院。凯瑟琳深知不能让一家独大，必须让他们相互制衡，所以任何一方的要求他都没有答应。这也就意味着他只能靠自己。男人来到前线打仗，却每日跟情人在军营中鬼混，当真是来度假的。公爵实在看不下去，想要国王立刻出兵，但被戴安给拦了下来。他担心的是失去唯一的靠山，于是苦口婆心劝亨利，国王不需要冲锋陷阵，只需要懂得在军中布好战略。 Did you think of what will become of me if something happens to you? I ask you, do you think of France? 无法决定的亨利只好征求公爵的意见，被戴安这么一番道德绑架，在逼国王上战场就有点不懂事了，于是他只能代替亨利出征，而他们两人就在军营中坐享其成。可他们不知道王宫中的凯瑟琳却十分头大，两大家族都心存异己，现在凯瑟琳只有靠自己。他召开了最高紧急会议，凯瑟琳怀着忐忑紧张的心情来到人群中间，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Because our beloved France is at war. At this very moment, King Henry and his soldiers are risking their lives fighting for French sovereignty. In order to succeed, they will need food, weapons, horses, and armor, all of which cost money. To the Catholic members, let it be known the Crown has always appreciated your loyalty. To the Protestant members of the body, there is no reason you should not be free to prosper. No one should take from you what you alone have built. In return for your support, a representative of your choosing will be granted a private audience with the king. 此话一出，成功打动了新教徒的一位富商。他知道人民只想有说话的地方。凯瑟琳天生的演讲魅力折服了所有人，有了资金的支持，军队终于拿下了胜利。就在归来众人迎接时，一个小孩却拿着一束花出现，不是送给国王亨利的，而是送给英勇的公爵。脸上无光的亨利气愤地离场。他开始对戴安避而不见，反而主动跟凯瑟琳一起骑马散心。为了感谢凯瑟琳所做的一切，亨利决定把眼前的城堡送给他。他的一个施舍再一次收服了凯瑟琳的心，让他相信亨利是真正爱他的。此时凯瑟琳却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让资助过他的富商单独见他一面。富商向亨利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只是因为自己不是贵族，他的庄园就被天主教会强制没收。而当他转而向自己信奉的新教寻求帮助时，也同样被无理由的压榨，只是因为自己是个平民，就要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大家都是平等且自由的人，如果自由人仅仅因为他们不是贵族，就永远要被压迫，那么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调转矛头推翻统治。亨利把富商的直言不讳当作是对自己善意的提醒，戴安却认为这是一个平民对贵族赤裸裸的威胁。他走到亨利面前，当众斥责亨利的软弱，还表示一个平民说出这样的话应该受到惩罚。富商却忍无可忍了。Who are you to tell me of my place? The king's mistress is supposed to be invisible, seen and not heard, but you prance around with not even a sense to be ashamed of yourself. The way you carried on at the coronation, did you think they were cheering you? They were laughing. 这一席话让戴安颜面扫地，恼羞成怒的他竟然直接拔出侍卫的剑，割破富商的喉咙。富商立即血溅，当场倒地身亡。意识到自己犯错的戴安转头就向亨利祈求原谅。众目睽睽之下，亨利竟然还在包庇戴安。You're my king. Of course.
凯瑟琳觉得眼前的男人实在无可救药，于是想去城堡过几天清静日子，乃至刚走到门口就碰到了戴安。原来亨利曾经答应送给自己的城堡，转头就又送给了别人。凯瑟琳为了能摆脱戴安，找来了他的术士，而术士郑重地提醒他 Always be a price for what you want. Simple question is, what are you willing to pay? 凯瑟琳说出梦见戴安被他推出窗外，可接着亨利也死了，这是他不愿意付出的代价。We'll see about that. 玛丽5岁就因为政治联姻来到法国，她本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继承者，不料却被妹妹伊丽莎白抢走王位。如今只要跟王子尽早的完婚，她就可以重登英格兰王位。可这件事必须要国王亨利答应才行。于是他的红衣主教叔叔带他找到戴安，希望他能够给国王的耳根吹吹嘘，尽快安排玛丽的婚礼。戴安本想拒绝，奈何对方给的实在太多，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他肆无忌惮地打断了国王的会议。戴安利用亨利对自己的偏爱，有恃无恐的就给太子和玛丽定下了婚约。波旁家族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因为两人的结合必定使得天主教在法国的分量越来越重，他们不能容忍天主教做大做强，那样只会给新教更大的压力。凯瑟琳也害怕这样会导致国内两大势力的制衡，于是选择一再拖延两人的婚事。戴安直接无视几人的反对，此时亨利却破天荒的开口 No. But, Henry, this is what I want. Well, this is not what I want. Francis will wed when the time is right. And when will that be? I'm good and ready! 戴安被吓得原地怔住，众目睽睽之下丢尽了颜面，就连红衣主教也觉得自己高估了戴安在国王心中的地位。而之所以亨利会如此激动，是因为他不想自己的儿子跟他一样，一生都受制于女人。他这些年目睹了恋爱脑的儿子像只哈巴狗一样围着玛丽转来转去，所以想要阻止两人的结合，但是又不希望吉斯家族指责自己有失偏颇。于是凯瑟琳帮他出了主意，召回被老国王开除的将军作为公正的顾问。为了阻止举办婚礼，凯瑟琳找到掌控财政的波旁家族，让他们公布自己制定的金融限制法律。为了保障法国的未来，皇室内任何人都不允许挪用国库举行庆典活动，没有钱就没法举办婚礼，这也就掐断了两人结合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又找到玛丽，谎称自己的儿子没有生育能力，这可戳到了玛丽的死穴。因为当初政治联姻时就早已有过约定，如果玛丽婚后没有生下继承人，那她将同时丧失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继承权。凯瑟琳说出自己的经历，不希望玛丽也是成为了政治的棋子。 Thank you for this warning. I will not forget your kindness. Excuse me. 很显然，玛丽果真上了当。她找到戴安，希望取消结婚。可无论凯瑟琳煞费苦心阻止两人结婚，但终究还是抵不过戴安的片刻温柔。亨利就在戴安一声声娇滴滴的啼哭中迷失了自我。他最终还是同意了玛丽和儿子的婚礼，也邀请了罗马皇帝参加。玛丽企图利用罗马帝国的力量来帮他登上英格兰的王位。凯瑟琳望向一言不发的亨利，他明白这些年他不是斗不过强势的戴安，而是斗不过软弱的亨利。面对这无力回天的局面，凯瑟琳只能无奈地挤出一丝微笑。 That I wish the couple every happiness. 婚礼当天，亨利把儿子叫到身边，他深知自己这些年对戴安是一种病态的依赖，所以告诫儿子凡事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被女人左右自己的意志。不料儿子表示，戴安也是女人，父亲不是也一直听从他的想法吗？他认为在心爱之人面前服软并不可耻。这时亨利才意识到他的行为早已经深深影响到了儿子的价值观，于是他找到凯瑟琳，为他的改变想法的行为道歉。然而凯瑟琳早已经心死，内心平静毫无影响。 You're not angry? Of course not. 希望亨利能参加儿子的仪式，就像俩人第一次相见那时，随后帮亨利戴上他的幸运色，这也是他梦里见到的一样。女人梦见丈夫身亡，于是叫仆人提醒她，可一心求死的丈夫仍然坚持比赛。他希望妻子的梦想成真，只因他的软弱伤害了妻子一辈子。 I love you still. I pity you. 就在儿子的婚礼仪式上，亨利代替了公爵参加比试，还警告侍卫比试时不要放水。收到命令的侍卫不敢抗命，连续几个回合下来，两人都势均力敌。可亨利认为侍卫没有拿出真功夫，瞬间感到受到侮辱，于是再次命令侍卫，否则就是违抗命令。可接下来的比赛，凯瑟琳预感不妙，让仆人阻止亨利继续比试。然而亨利却似乎有了赴死的决心。随着侍卫手持长枪策马疾驰而来，亨利瞬间从马背上被击落。 Protect my children. Protect my children like you protected me. You will be here to protect them yourself. All right? You will be here. 众人迅速将他抬进房间。伤心的凯瑟琳来到床边，咆哮着 Why did you not stop jousting when I told you to? Why? Why?
Why? 然而亨利却说出这是他想要的。他知道自己软弱伤害了凯瑟琳的一生，于是选择结束自己，才不会继续伤害到他。御医告诉众人，木棍插得太深，不敢冒险取出来，怕会要了国王的命。可这时戴安像魔怔似了，想方设法的救治亨利，直接用3个活人来做实验。Now take it out. 凯瑟琳回想起她跟亨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当她醒来时，却不见了亨利的身影。来到大厅，看到喧闹的众人，也看见拔下了眼中的木棍的亨利，正与众人一起庆祝儿子的婚礼。他觉得这样太胡闹了，亨利现在需要休息。戴安却还在欺骗自己，表示亨利没事。可没一会，亨利就倒地吐血。他奋力想挣开掌控自己一辈子的戴安，可他最后还是无法挣开。戴安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就像这些年他的宿命的一样。There is no pulse. No, he's well. Tell them. He's well. I'm sorry. No, it's fine. It's fine. 凯瑟琳愤怒地找上术士，为什么他选择亨利活着，结果还是死了？因为亨利他死后才会属于凯瑟琳的。不久之后，戴安被送出了皇庭，最终他还是放过了跟自己斗了一辈子的表姐。儿子弗朗西斯继位后，对玛丽言听计从，他不仅要和罗马帝国结盟，还要一同攻入英格兰，把天主教的旗帜插满欧洲的一寸。凯瑟琳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危险，而且罗马帝国不可信，但他的话显然在弗朗西斯心中没有分量，表示凯瑟琳之前从没替自己做过决定，现在自己是国王，更不会听他的。他甚至在玛丽的怂恿下，把新教定为了一帮邪教，就连掌管财政的波旁兄弟也被逐出了枢密院。I can still taste her sweet Catholic cunt. Get them out. 随后玛丽手段残忍，风卷残云一般把所有新教徒信服，还吊在树上警示民众。凯瑟琳明白不能再让这个宗教狂热分子肆意妄为，为了阻止玛丽的肆意妄为，凯瑟琳竟想要绑架自己的儿子，没曾想体弱多病的儿子当场吐血。Francis. 凯瑟琳在一个新教教堂找到将军，希望他为了法国的安稳，帮助他恢复国家秩序。而将军在被老国王辞退时，早已经失去了人生的信念。凯瑟琳只好提醒他，除非你想下一个被玛丽吊死的人是这位女孩。将军不怕死亡，但为了女孩，他最终选择帮助凯瑟琳。两人来到被流放的波旁家族，想让他们重返枢密院，恢复曾经的头衔和财产，让新教重回合法行为，从而制衡天主教势力。凯瑟琳提出找人冒充新教激进分子绑架国王，然后波旁家族以爱国形式出面谈判救回国王，再以叛乱镇压激进武装分子，借此向法国人证明新教是爱国的，他们永远忠于国王。虽然听起来很冒险，但波旁家族似乎也别无选择。 And if we manage to pull this off, we could win their hearts and minds and perhaps come out on top after all. I like it. And if it doesn't work, I'm fucking converting back. 于是，在第二天的枢密院会议上，玛丽收到有一群新教信徒在郊区秘密集会，信息是凯瑟琳让女仆故意透露给玛丽的。狂热的天主教信徒玛丽一心想要剿灭新教意图，红衣主教认为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没必要再把不安扩大下去，这样会扰乱国家的安稳。可狂热的玛丽坚持清除每一个新教意图，她要整个欧洲只信奉天主教。可令玛丽感到意外的是，凯瑟琳竟在此时支持她的想法，随后不顾弗朗西斯的身体隐患，也要亲自带人去剿灭，哪怕红衣主教好心提醒，也被认为是对他的质疑。 You were either with us or you were against us. We are with you. Of course. 此时他们的必经之路早已经布好埋伏，路上凯瑟琳希望儿子重新考虑一下和罗马结盟的决定，弗朗西斯却认为母亲是在质疑自己的领导能力，从来没有像玛丽那样支持自己。凯瑟琳一言不发，儿子却越说越激动，难怪这么多年来父亲只喜欢戴安，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给过父亲他需要的爱，他从来没有体会过母爱，甚至认为就是因为凯瑟琳内心的黑暗，才导致自己生下来就疾病缠身。此时凯瑟琳有点后悔，哪知体弱多病的儿子会突然犯病吐血，眼看就快到预先安排好的埋伏点，凯瑟琳立即叫停了马车，现在只有改变计划。于是他大喊有人要袭击国王，卫兵们马上布防，眼见情况不妙，波旁兄弟随即转头逃走，可胖波旁没跑多远就被公爵发现抓了回去，而波旁大哥却被将军追到。将军知道他会把计划泄露出去，想要杀人灭口，凯瑟琳不可能让将军灭口，如果儿子重病身亡，他将是合法的摄政王。情急之下，凯瑟琳拔刀刺向了将军，将军瞬间倒下，逐渐晕死过去。来不及与安托万解释，凯瑟琳让他暂时先躲到远郊的农舍里。Antoine, do you want to die?
Run! 回到皇庭后，玛丽害怕她这么年轻就成了寡妇，而此时吉斯兄弟趁国王病倒，想要玛丽把国家的治理权交给他们。玛丽想听听凯瑟琳的想法。 I only think of the health of my son, our king. 御医给弗朗西斯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国王肺部有明显的阻塞和撕裂伤，但最要命的是先天性肺结核，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听见此话，玛丽瞬间失控起来。It's the strain from the attack.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is will be punished. You've seen nothing yet. Do you hear me? No, we will soak France in blood for their treachery. 凯瑟琳夺走教皇手中的王冠，她要亲自为新王加冕，向世人宣告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在众人得知国王病重时，吉斯兄弟找到了凯瑟琳。鉴于目前的状况，二王子查理将成为王位继承人，可他现在才10岁，所以需要有人摄政。而摄政王安托万已经被指控叛国，那么摄政王只能另选他人，而这个人必须是国王完全信任，还要德高望重，完全中立。最终三人达成一致，推选大将军做新的摄政王。然而任命必须要得到国王的签字，如今只能靠凯瑟琳去说服国王。可想要转交摄政权，就要得到安托万的亲自签字，而安托万像受惊的老鼠一样，到处搜索都不见人影。凯瑟琳建议把抓到的胖波旁宽大处理，不判处死刑，让他说出他哥哥的下落。 You really do have vision. 而吉斯兄弟也答应了下来，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凯瑟琳的圈套。凯瑟琳找到玛丽，告诉她现在国王奄奄一息，而国王的弟弟太小，需要摄政，这个位置就应该他来当。但是现在你的2个叔叔都反对，他们想让大将军摄政，而且还要将叛国的胖波旁宽大处理，让简单的玛丽分分钟就被他离间了。 I'm not expected a friend in you. Let me give you a piece of advice. Do not let anyone stand in the way of your calling. 随后，凯瑟琳找到藏在郊外的安托万，让他签字转交摄政权给自己，这样自己就可以帮他救下他的弟弟，不然就要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而安托万却拒绝了，他不相信聪明的弟弟会被抓到，而且如果他真的被抓了，摄政权就是2兄弟的救命符。每当凯瑟琳遇到困难，他都会找到术士。术士知道凯瑟琳即将得到王权，他拿出装有鸦片剂的项链，这样会减少国王的痛苦。他让凯瑟琳不要再犹豫。自从他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知道了这一点。凯瑟琳随后下定决心，他假装不知道安托万的下落，说服玛丽去逼问胖波旁。胖波旁一脸无辜，自己是真不知道哥哥的下落。凯瑟琳却教唆玛丽切下他一根手指，玛丽居然真的照做了。他没想到自己再次上了凯瑟琳的当。凯瑟琳拿着这个证据又一次找到安托万，安托万此时才相信了自己的弟弟真的被抓。就在此时，3人闯了进来，一场争夺摄政王权力的谈判就此展开。红衣主教又将一封转交书递到安托万面前，正当他左右为难时，没想到将军枪口一转，指向了公爵，一枪打在他的腿上，帮安托万做出了选择。 You still doubt my conviction? 在将军的威胁下，他只好乖乖签下转交书。将军拿到转交书后，他又拿枪指向了凯瑟琳。将军太了解凯瑟琳了，也许是你的求生意志太坚定，或者是你蛇蝎心肠，你都比这群饭桶强。 I'm the only one that can save France from any of these fucking idiots when they are in charge. 凯瑟琳没想到，将军最后还是将摄政王位置让给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弗朗西斯签字。此时玛丽还在做自己的美梦，以为凯瑟琳真的支持他成为摄政王。他想找国王签署摄政书，却被弗朗西斯认为是想趁自己病重篡权，从而失去了弗朗西斯的信任。而这正是凯瑟琳想看到的结果。他来到儿子床前，看着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儿子，悲痛万分。 I have something here that will take your pain away. You simply have to take a sip. But if you do, it will be an end of this life. And I fear giving this to you takes more strength than I possess. 儿子的一声声祈求，最终让凯瑟琳狠下心来。为了减轻儿子的痛苦，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最终，她将鸦片剂掺进水中，喂给儿子喝下。弗朗西斯临终前也用尽力气，在摄政书上签下了自己名字。此时，王宫外，玛丽正准备将胖波旁处死，却突然传来了国王驾崩的消息。摄政王凯瑟琳赦免了他的叛国罪。玛丽这时才知道自己被凯瑟琳欺骗，气急败坏的她居然写信给英女王伊丽莎白，要一起对付她。得知消息的凯瑟琳早就派人在路上截获了这封信，然后以伊丽莎白的身份给她写了一封回信，让她尽快出发回到英格兰，一起商量对付凯瑟琳的计划。然而，
他刚到英格兰就发现自己中计，伊丽莎白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信，反而是他这次回来将先后遭受废除王位和长达18年的监禁、送走玛丽这个大麻烦之后，凯瑟琳的次子查理9世登上了王位，而他将凌驾在王权之上。自此，毒舌王后第1季全剧终，期待第2季更精彩的故事。我是今日电影，喜欢我的点个关注，我们下次再相聚。